这大数据就是不一样啊，比我天天点灯熬油，坐在那儿看什么监控有效率多了。真没想到找来找去，原来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交警说啊，这车是1周前拖来的。发现的时候呢，卡在泗水河往城区走的排水沟里，那一带路况不太好，应该是天黑没看清掉进去。油箱都见底了，这都。后备箱底部有一些化妆品的擦痕，还有一些长头发。这些东西我一会儿带回去检验一下，应该就知道是不是受害者的。哎，车是无意间掉进排水沟的，这肯定在抛尸者的意料之外。那么在慌乱中，他肯定来不及清理车子。咱们仔细找找，说不定会有重大发现。小尖尖，怎么了？我说你在那儿。慈溪市车载监控，应该是车子晃动的时候掉下来的。咱们提取的物证是否与这辆车有直接关联？检验过了，该车胎的磨损特征与河滩抛尸现场车轮的印痕完全吻合，还有这个车的尾部的凹痕和监控视频中的也基本一致。我在车辆的后备箱的底部上发现了与死者脸上成分相同的化妆品残留，而且毛发也证实了是死者的。车内也发现了遗落的胰岛素。我们刚才看见这个嫌疑人体型很消瘦，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出汗，所以方向盘上有大量的汗液残留。提取的 DNA 与之前也都是相符的。根据车辆信息啊，这辆车注册在回通达旗下。据王猛交代，这辆车是他让秘书安排给詹秋曼代步的。这个人啊，并不知道车内有车载监控，大概率不是回通达公司的人。那他会是谁呢？从第一段视频上来看，这个嫌疑人把死者搬上车，应该距离第一现场不远，看起来像是小区的地库，就周围光线太暗了，看不清楚细节。这个我可以处理一下，但是你们看这张图片，什么河和什么园儿？重点排查一下全市，同时带有河和园的小区啊，联系物业，一定能问出关键线索。和学家园的物业已经确认了那男的是他们小区的租户，但实际租房人不是他。
物业已经联系了房东和租房的人，房东在外地，租房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庞向兰，1008的房子是你租的？我帮我弟弟租的。你们突然叫我来，是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人是你弟弟吗？是。通知技术科。好的，冷队。这死亡时间啊，不少于3天。空调低温延缓了尸体的腐败，死亡时间啊，可能会更早。他可能在抛尸后不久就死了。门锁完好，屋里只有他一个人，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还吃甜食喝啤酒。师傅，您怎么看？那女的叫什么？庞向兰。他弟弟呢？庞新华。庞新华的 DNA 和詹秋曼甲缝里的 DNA 一致，其体表也有对应的搏斗伤，死亡时间推定为詹秋曼遇害后的第2天。庞新华住处发现了搏斗痕迹，詹秋曼后脑伤痕的形状与客厅内茶几边缘吻合，可以判断庞新华住处就是第一现场。庞新华的电脑也是频频登录境外的赌博网站，他的手机里也有网络贷款公司的催款电话、催款信息，这些债务的到款日就是1周前。这么说来，庞新华是为了钱杀害詹秋曼的。这庞新华的死因啊，就是酮症酸中毒，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是抢救及时啊，死亡率并不高。在车里发现的是短效胰岛素，这就意味着庞新华1天之内需要多次注射才能控制住病情。但是从车载监控中的视频看，他从搬运尸体上车到抛尸到最后弃车，前后大约有6个小时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不注射药物，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电梯内没有拍到庞新华搬运尸体的画面，也就是说庞新华搬运尸体走的楼梯。虽然楼层不高吧，但是剧烈运动加上强烈的心理波动，一定会影响他的内分泌。对于一个本来内分泌就紊乱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庞新华的家里面也没有发现其他药，这种情况不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吗？这个电梯监控显示，这个庞新华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回来。他回到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庞向兰来看过他1次，在他回来几个小时以后，但是只待了几分钟就走了。案发第2天早上7点，你去找庞新华了吧？为什么？我弟弟，我就是去看看他。根据通信记录，
案发当晚，庞新华一共给你打了17次电话，你都没有接，为什么？我当时手机没电了。案发第2天早上5点，庞新华又给你打电话，但你这次接了，说什么了？我才给手机充上电，我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吃没吃药什么的。正常人看见这么多未接来电，又是亲人，都会第一时间回拨过去，怕是有什么急事吧？这是案发前天晚上，你离开庞新华住所时拍到的。你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发生什么了？没什么，就是跟我弟吵了一架。为什么吵？还能为什么？钱呗，他这一波赌债快到期了，还不上，又想让我给他找钱。我跟他说我没办法，他就跟我闹，我一气之下就走了。庞新华经常要你替他还债吗？他跟人借钱，留的都是我的电话做保，之前也都是我还的。那这次为什么不还？我是真没办法了。会所的收入谈不上有多好，挣的没他造的快。我周围的人，朋友、同事、客户，能借的我都借过。我是真没脸再张这个嘴。你弟和詹秋曼的关系你了解吗？都是同乡，还算比较熟悉吧。你弟知道詹秋曼的经济情况吗？以前可能聊天无意中提起过，谁知道他会。小曼也是个可怜人，跟我一样。说说那天早上，你和你弟见面的情况吧。你作死啊你！自己身体什么样你不知道啊？还吃甜食，喝酒。怎么了？又没安神打针啊？家里有药没？我去给你拿。姐，姐，你得帮我，你这回真得帮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就没命了，姐。姐，我求你了，姐，你得帮我。我是真以为他是故意不打针逼我帮他还钱的，这把戏他从小就会多少次了。我就想着，反正他待会儿自己也会老老实实去打针的。你知道你弟弟家已经没有胰岛素了吗？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我没信。你弟弟的药是你给他买的呢，还是他自己去买的？他自己。他这么大人了，这么点事儿，有手有脚的，总还是能自己做的。那你们这次见面，到你弟弟死，大概有1周时间了。你也没去联络他，也没去看他，什么原因啊？我当时
在气头上，我话说的重了，我跟他说，我再也不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好了。是真的累了，从小就是我照顾他，长大了我养他，半辈子都得给他收拾烂摊子。我真，这次见面，庞新华有跟你提别的事吗？没有，我骂了他几句，他走了。师傅，这案子可以结了吧？庞新华杀人证据确凿，他的死也没什么疑点，可以走程序了。好，那边怎么样？没什么动静。来2瓶矿泉水。好嘞。过去了啊！啊，谢谢啊。啊！哎呀！我弄了2张那什么主题乐园的票，你去不去？没兴趣。票不好搞，人白月刚都约你了。你得知道什么叫礼尚往来。你要不去，我就约小饶去了。跟你说话老不理我，你看什么呢？这是。孙元老，给我！别动，别动，我又不乱说话。给我！又生气了？至于吗？这么点事儿？你小心眼儿的。啥呀？哎呀，这不约你了吗？用意，用意，用意。来，让一下，让一下。哎，护士，广播站在哪？哦，在那边，往那边走。那边。冷启明的父亲您好，请您听到广播后速到广播站，有人正在等候您。冷启明的父亲您好，请您听到广播后速到医院广播站，有人正在等候您。哎呀，慢点啊！老爷子，
小鱼子，我是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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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您儿子。我是您儿子。说让你选地方，你就选在这儿啊？这儿的票应该挺难买的吧？还好，朋友送的。我记得这片好像以前也是公园吧？哎，那个摩天轮，以前好像就有吧？小时候还挺想坐的。要不现在去吧，排队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我小时候来过这里。这跟小时候的变化大吗？虽然变化挺大的，但不会影响我对它的感觉。走吧。谢谢。给我吧。这么多年，你还是喜欢用票卡当书架。留作纪念。我们坐哪一个呀？这个吗？这个。云溪这些年变化挺大的，有些地方乍一看都有些认不出来了。人确实也是会变的。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来游乐场的，怎么想到突然又来这儿了？这哪有摩天轮啊？就在前面呀，你看不见吗？哪儿？我都能看得见，你看不见？你下次能陪我去游乐园坐一次摩天轮吗？最讨厌游乐园了。为什么？腻了。小时候我们家阿姨老带我去那儿。就一次。哎呀，多没意思啊！喝点水吧。不敢喝啊。你心里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吧？
这里没有其他人，更不会有人听到。你想说什么，就说吧。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爸这种情况，记忆障碍和认知障碍啊，这些都比以前要严重了，再加上幻觉、攻击行为、精神障碍这些症状，说明他的病程啊发展了。这样，先做几项常规，然后尽快安排做 MRI 检查一下脑部。不是这种情况，需要住院吗？这得等实验室的结果出来才能诊断。我感觉啊，还没有到入院治疗的程度。首先，你看，他的自理能力是有的。第二，攻击性行为偶尔发生，但是不持续。第三个呢，皮质受损，神经系统症状，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啊，入院不是很有必要啊。再说了，我们医院科室呢，床位紧张，一般还是鼓励居家。居家的话呢，毕竟家庭环境更稳定，也更愉快。家人的照顾和安抚是医院提供不了的。啊，师傅，这案子可以结了吧？庞新华杀人证据确凿，他的死也没什么疑点。听街坊邻居讲，类似的事件，这个小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不光是这个小院，别的小区也发生过。我给社区打电话，他们说害怕小孩子误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投放耗子药了。哎，那你说这鼠药哪儿来的？如果说一次两次，那也许是有些人家买了这个老鼠药不小心，可是这么多次啊，那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的呀？你说的情况啊，我们之前接到过报警，但监控没拍着，压根儿找不着是谁干的。而且就算拍到了，你也知道，宠物一般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来算，至多也就赔点款。可是发生了这么多次，这案件的性质是不是发生改变了？再多也是治安案件，除非案值特别高，或者造成了比较大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哎呀，现在啊，因为养狗出的乱七八糟的事儿特多，哎，也有人真没素质的，遛狗不拴绳，咬人的，把老人吓着摔着的。哎，听说前几天西郊还有个小孩被疯狗咬了，没救活呢。劝嫂子想开点，不行啊，再养只新的，啊。行了，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啊，但真不保证有结果啊。
费心了啊，慢走啊！哎，这是对和谐家园周边场所街道监控筛选后发现的。詹秋曼被害后第2天，推定庞兴华死亡当日，庞向兰的车曾经出现在和谐家园外这条小路上，大约停留了1个半小时。这个期间，庞向兰既没有下车，也没有打过电话。师傅，会所那边反馈，庞向兰已经辞职了，租的房子也退了，房间里的东西、行李都没拿走，只开走了那辆车。师傅也觉得庞兴华的死和庞向兰有关。你说他在车里待了1个半小时，他在想什么呀？不好说。如果庞向兰真有可能涉案，我们是不是要马上采取措施啊？喂，您好。欠债还钱，不然老子弄你！别再打了，我是不会替他还这笔钱的。我是刑警队的冷启明。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离开语音区了？你想去哪儿啊？随便走走看看。也许去个远点的地儿。其实庞兴华已经向你坦诚了杀害詹秋曼的事实，对吗？我们查了一下庞兴华的电子医保卡使用情况，发现在詹秋曼被害的第2天，也就是庞兴华死亡当天，有人曾经使用了这张卡，从医院开出了胰岛素，而那个人就是你，庞向兰。开车到庞兴华小区的附近，在车里待了1个半小时。我就很奇怪，这90分钟里，庞兴华1分1秒的死去，你在想什么？警官，您想错了。我弟弟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他杀了小曼。那天我们见面，我真以为他是装的。我后来确实去了医院，也开了药。之所以没上去，怎么说也是刚吵了一架，我还在气头上。再说，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没药了。我这个弟弟，我照顾了他小半辈子，是我没管好的，辜负了爹妈的嘱咐，更对不起小曼。等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再给他们赔补尸。你照顾了小半辈子的弟弟死了，你不难过吗？你以为没了这个负担，你就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吗？不知道，但我想试试。庞香兰够狠的。怎么了？你作死啊你！你又喝酒？姐，你帮帮我。
谁了？小曼，我应急问他借点钱，然后谁知道他，我一着急推了他一把，然后他就，姐，我不是故意的，姐，我真不是故意的，姐，帮帮我。小曼。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没辙了，我就开着他的车，他丢河里了。有人看见了吗？我不知道。那你让小曼过来找你的时候，有其他人知道？不知道，我他妈哪知道？他告诉别人。你又没打针啊？打了吧？家里有药了没？别管吵。姐，我把针放车里了。你家里没药了，你怎么不去开呀？你等着啊，你撑住，姐现在就去医院给你找药啊！你撑住啊，撑住。姐，他会死。打了针，你跟他一起死。他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啊！你不过是他的摇钱树、提款机。爹妈去世之前，把他托付给我，说老庞家的香火不能断。有他这样的寄生虫，还要什么狗屁香火？我看，迟早要完。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次次把烂摊子丢给你的时候，他可是一点都没负担。反正我已经照顾了他小半辈子，要不然我再多苦几年，熬几年，可你也只剩下小半辈子了。你就真的甘心被他这么一直拖累下去，一直到死吗？你呀，就是被爹妈洗了脑，一个爹妈生的。凭什么你要照顾他，养着他，事事处处让着他？凭什么赡养父母的是你，辛苦挣钱的是你，可他们到死惦记着念记着却是他呀？他是我弟弟，凭什么他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恨不得连你骨头都嚼成渣？
你就不恨他？他是我。你敢说，你就没想过摆脱他？他是我弟弟。你敢说，你从没想过要杀了他？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你还想去更远的地方。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汇聚成你的模样。抬头望，多么的荣光，像希望伸出了臂膀，披着光，前世也有望，穿越过命运的战场。